下面我给大家讲解横握球板反手拉下旋球、高吊弧圈球的技术要点。那么首先，我们还是从准备姿势开始，分3个步骤完成反手位拉下旋球的这个动作。那么第一步，重心一定要压在这个左腿，重心转压左腿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右肩找左胯，右肩找左胯，上身重心一定要下来。上身重心下来，右肩找左胯。与此同时呢，板头后下方展开，手臂向后引拍，板头展开，也就是板头、手指、手腕、手臂引拍，重心压在左腿，右肩找左胯，这3个要点。但是右肩找左胯，这个手一定不要超过左腿的延长线，一定要在这个延长线以内。这3步：一、完成击球前的准备动作；二、板头引领手指、手腕、前臂向上，尤其是手腕向上摩擦，以上为主。配合向前摩擦，向前上方挥拍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腰腹肌一定要给一些力，向前顶出来，这个时候前脚掌也要蹬地，腰腹给力，加上手指手腕向上摩擦球呢，击球点就在身体的前方。摩擦球的中下部向上，中下部向上摩擦，并且摩擦的时间要长，吃住球，那么这个球呢，保险系数才会最高。那么第3步呢，做完之后，第3步手法步法还原至准备姿势。现在我们看到李代元同学拉的是反手高吊弧圈球反手高吊弧圈球，击球的中下部摩擦，对，板头引拍很好右肩找左胯还不是很充分也就是有手上的语言，也有身体语言，都一定要做得充分一些，才能保证就是在击球的时候能够发上力。非常好，对方过来的球有长有短，李代元同学的这个小碎步用小碎步去找球，找到球的最高点最高点是下旋球难度系数最小的一个击球点。再就是自己打球的时候，一定要用板头去击球，板头去摩擦，通过板头的摩擦制造弧线，把这个球拉起来。
我们看刚才是横握球板的反手拉下旋的高调弧圈球，直板横拉下旋高调的时候，步伐以及手法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手指用力啊。这个直握球板、直板横打，拍头向后引拍更加便利，引开之后，它的中指和大拇指的把控，以及食指的这个一定要放松，才能使得在下旋球摩擦的时候能够用上力，才能够拉出强烈旋转的这个弧圈球。我们看李佳悦同学这个右肩找左胯还可以充分一点，对。拍头引拍没有问题，右肩找左胯的这个感觉，也是能够发上力的一个前提。